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那相信有接触过爱马仕代购的朋友，都对支持专柜验货这句话不陌生吧？那很多朋友呢，一看到代购写了这句话，就觉得，对方能这么自信，那卖的肯定就是正品吧？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另外，那除了爱马仕专柜以外，我们可以送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吗？如果自己在家鉴定的话，又有哪些小窍门呢？那今天小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那为了证明自己卖的是正品，不少卖家会写支持专柜验货这条宣传语。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实诚，买了包之后直接拿到专柜去要求验货，那绝对会吃闭门羹的。因为不只是爱马仕，几乎所有的奢侈品品牌专柜都不提供验货鉴定服务。毕竟品牌方是希望顾客能正八经的从官方渠道购物的。那如果你需要鉴定真假，那说明你这个货不是从官方渠道直接购买的，那品牌方当然不会直接帮你验货。但是呢，送专柜验货虽然不行，保养却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从别人那买了个爱马仕包，就可以把它拿到专柜去，要求做一个基础的护理。那费用呢，大概是4到5万日币左右。我知道，像在香港等地的专柜，无论是护理还是维修，包基本都会送去法国。但是在日本东京专柜的话呢，普皮一般护理在当地就是可以直接做的，大约3个月左右就可以护理好返还给你。但要是特殊皮的话，一般就会被送回法国，那就要6个月左右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得到返还。那无论你是真包假包，专柜都会先接收的，然后再交给专业的工匠去鉴定。那工匠鉴定后，如果是真包，他们就会报价，然后达成共识后给你开始进行服务。但如果工匠鉴定是假包的话，要是包还在东京本地专柜，那专柜一般会退还给你，告知无法提供服务。但是包如果已经被送到法国，那就非常的不幸了，有可能他们会通知你，让你自己来法国门店领取，也有可能他们根本就不会退还，直接把假包销毁掉。那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把假包再给你跨国邮寄回来的。那不仅如此，你的爱马仕账户也可能会被因为购买假包而被记上一笔，留下黑历史。那未来再想拿包可能会更加坎坷一些了。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包有比较强烈的怀疑，也担心拿不回包，导致自己难以找卖家维权的话，建议先谨慎考虑好再送去专柜。那如果不送专柜，还有什么渠道能鉴定包呢？那相信在很多国家你都不难找到第三方鉴定机构。那据我所知呢，在日本也是有的，但是鉴定水平呢也是参差不齐。市场上多的是短期培训了一段时间就直接上岗的新手鉴定师。那误鉴的案例我也是听说了不少的。那误鉴不说吧，包在运输途中和鉴定过程中还有可能产生损伤，甚至被弄丢，那更加是得不偿失。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通俗的鉴定方法，比如说你对这个包产生了怀疑，然后可以直接拿到非常信任的二手的中古店，然后鉴定师呢，如果是非常资深的话，他当时给你回收价钱的情况下，当然告诉你个小技巧，可以选择不卖啊，那就说明这个包是真的。它如果是包是假的情况下，鉴定师会说的比较委婉，至少在日本，他说这个包不属于我们鉴定范围内的，那不属于我们公司要求的，但是他不会直接跟你讲这个包是假的，那他会直接说这个包我是不收的。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间接的知道这个包是真还是假。但听我国内的朋友们说呢，他们在中国国内的话，一般都会把包送到中检去鉴定。那中检呢，全名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在于它是央企，而且他们所出具的报告可用于法律维权，所以公信力无疑是业内最高的。那中检呢，曾经是只接受公司的委托，所以个人委托的话呢，还需要找个中古店或者机构帮你把包送去才行。但现在深圳的中检呢，已经可以接受个人委托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咨询一下。
那他们的收费标准呢，据我了解，是标价10万人民币以内的包鉴定费是400元人民币，超过10万的话呢，就收取标价的1%，3000元封顶。那中检验包呢，据说会有5个左右的鉴定师进行鉴定和复核，无论包是真是假，他们都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出具一个电子版的鉴定结果给你。那这么来说的话呢，中检确实是一个可信度高而且便利的验包渠道。但是说真的，别说是权威机构，就算是爱马仕工匠都有鉴定失误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尽量还是从可信的渠道购买，从源头就避免买到假包。那自己鉴定的小窍门呢？如果你手上有一个爱马仕包包，感觉它那么有一点点的可疑，但又不想去大费周折去验包，那可以直接通过一些小细节来粗略检验一下。那我在网上有看到过非常多的教你鉴别爱马仕真假的教程，有的说呢让你看走线，看走线是不是斜着走，那缝的是不是够精美，还有的说呢让你摸皮革手感，观察皮革的纹路。那这些方法呢，我觉得有点太小看这些高仿包的模仿能力，而且也太过考验普通买家的鉴定水平了。那除非是阅包无数，否则呢真的是很难区别的。那今天呢，小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不需要工具就能比较容易看出来的鉴定点，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那首先呢是看五金上的这个蘑菇钉。那像 Birkin 的包扣呢带的五金，以及这块旋转扣的五金，都是由这4个角上的小小的蘑菇钉固定在皮革上的。那这就是爱马仕传统的摇钻工艺。那这个设计呢，看似很容易模仿，其实呢是大有文章的。除非仿包工艺精湛，否则很难被模仿的足够相像。那蘑菇钉呢，是从皮革的背面向正面打入的，然后工匠呢再手工去仔细的研磨，把长出来的呢这个头钉的部分呢给磨短磨圆，4个钉头慢慢被磨成相同的大小，圆润的小凸点。当你理解了这个工艺制作之后呢，就可以去检验以下几点。那第一，检验凸起的这个手感。那如果你用手摸这个五金的正面，会感到有轻微的凸起感，而且4个凸起的高度几乎呢是一样的。但很多高仿呢，由于使用的是成品的组件，蘑菇钉的尾端是不需要打磨的，所以你手摸起来呢，会觉得4个钉的凸起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一点刺手的尖锐感。还有一些仿品的做工是差一些的，那4个点凸起的高低也是不同的，一摸呢就觉得有的凸得高些，那有的凸得低一些。那还有些做工呢随意的低仿就更离谱了，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凸点，只有4个比较尴尬的凹槽。那第二呢，检查表面磨砂感。正如刚刚所说，正品的蘑菇钉呢是被捶打穿过皮革的，然后钉尾呢还被工匠手工研磨圆润，所以钉头和钉尾会有一种磨砂感，甚至有点划痕。但如果是使用组件的高仿品，蘑菇钉就没有经过打磨，看上去就是光滑锃亮的。那第三呢，检验钉头的整齐度。像正品 Birkin 的包扣带的背面，可以看到4个小钉头非常对称的分布在4角上，但是仿品最常见的就是4个钉头分布不均，比如靠外侧的这2个小钉头可能会上面的钉头钉在缝线上，下面的钉头呢又钉在缝线外，那一眼看上去呢感觉是不整齐的。那第4点呢，就是检查皮革的嵌入感。正品包的蘑菇钉是被手工敲入皮革里的，所以钉头处呢会稍微有一点凹进皮革的嵌入感。但很多高仿呢，由于用的是组件，直接2片一安装就行，不需要敲打，所以蘑菇钉仿佛是浮在皮革的表面，没有凹进去的感觉。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稍微努力一点的高仿，会像正品那样把蘑菇钉敲打进去，但由于大部分仿包的皮革都比正品要厚，所以被敲打进去的钉子呢，就会有点像嵌入赘肉里一般，深陷进皮革里。
那所以无论蘑菇丁是有没有嵌入感，还是嵌入感太重，这个包都是比较可疑的。那蘑菇丁这个细节呢，虽然很多做假包的人都知道要模仿哪些点，但是就是细节技术上达不到，或者工艺成本控制不了，所以你能看明白蘑菇丁，那很多高仿爱马仕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了。那除了蘑菇丁之外呢，还有一个细节，虽然不是什么秘密，看上去也没什么模仿难度，但大部分高仿包却都没做好，那就是包包内侧的拉链末端的这个 H 的标志。那正品的 H 标的表面呢是磨砂亚光的，一眼看上去呢形状呢是为方正，那每个边边角角呢都经过了打磨，看上去线条呢比较的顺畅圆润。但是假的爱马仕拉链上的那个 H 标呢，绝大部分都做的是一眼假。那比如呢，有些是亮面的，那没有磨砂感的，又或者是 H 字体不对，那宋体的、黑体的、圆体的都有。那还有的呢，就是边角没有经过打磨，看上去是比较尖锐的。那除了刚刚说的几点之外呢，当然还可以通过看 logo、看刻印、闻味道、看走线、看皮质等多个方法来大致看出一个包的真假。但是如果没有专业的工具和日积月累的经验，靠自己还真的很难做出判断。那不知道你有什么自荐爱马仕的小技巧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那也祝愿大家都能避坑假货，从可信的渠道拿到心仪的包。我是小马，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见。